Numbers 表格，它严格意义上来说呢，它不是一个系统自带 App， 而是一个出厂预装 App。也就是说 ，Numbers 表格这款软件，包括它的两个兄弟 Keynote 和 Pages， 一旦你在购买新手机的时候传输了老的数据，你的旧手机呢又没有这3款软件，那么你的新手机里头就也没有，或者你新手机里一直是有的，但是由于某种原因你恢复了出厂设置，那这3个软件就也没有了。所以这个只是出厂预装，它并不是系统级的自带软件。那这3个呢，也是蛮有历史的一个软件了，也是办公3件套，直接对标微软大名鼎鼎的 Office， 也就是 Word、Excel 和 PowerPoint。那今天我们聊的 Numbers 表格，正好对应的是 Excel。那这边呢，虽然可以说它的名字上来讲Apple 希望做的比较接地气一点，让不懂英文的用户，一看到这个 App， 你不知道 Numbers 是什么意思，但是你看它后面跟了表格2个中文你就知道它大概率上是一个表格软件。这是蛮聪明的吧，因为毕竟是一家面向大众消费的公司嘛，那我觉得这样做也未尝不可，我也是支持的。但是如果你要问我个人的内心感受，我觉得这还蛮扯的。总觉得 Numbers 后面跟着那2个中文非常的难过，是太难受了。那既然我们也反复的讲到过中文翻译这件事情了，往期节目也反复讲过了，这个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啊。因为 Numbers 是一个注册商标嘛，没有办法直接翻。就像微软的 Excel 到现在它也没有一个中文翻译，但是由于它的名声在外也没有人会跑过来指责微软说，你这个为什么给我搞一个英文的，是吧？但是在我的这个工作期间，确实遇到有少量的用户过来说，你这个怎么是英文的？就是一脸不满的样子啊。所以搞得我做节目也一旦遇到这个呢，我就这个旧伤复发，要跟大家再去聊一聊这个问题。但不管怎么样。您看到现在知道 Numbers 的中文翻译是怎么回事，知道 Numbers 是干嘛的，它对标的是谁，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软件，其实通过这2分钟你也就知道的差不多了。那大概率上呢，用不到表格的人，你也可以就现在关掉视频了。但是听完但是再关Numbers 表格和 Excel 表格还是有蛮大的不同的，这个具体的一些更深入的内容，我打算在之后的 Mac 的节目当中再去更具体的说。但是在这儿呢，我们可以先云聊一下就是纯用嘴说，这2个软件最大的不同在于，一个是主要面向商业和大企业，还有另外一个是主要面向个人，这个是这2款软件最本质的区别。我的猜测是 Apple 也知道在 Excel 电子表格这个领域，它没有办法直接推出一款软件跟 Excel 直接抗衡，那我又要有这个软件怎么办呢？我打一个就是你没有太照顾到的市场就是个人用户这个市场。所以 Excel可能你作为一个人你工作上用不到的话，你在生活当中可能你这辈子都用不到。但是 Numbers 这款软件还真的不是这样，你就算工作上完全用不到，在你的生活当中你还真的可能会用到它，只是你没有意识到原来在你的生活当中 Numbers 表格能够发挥这么重大的作用。我给大家举2个例子，一个装修预算有设计好的电子表格模板，第二旅游攻略有设计好的 Numbers 表格模板，第三退休金计划有设计好的 Numbers 模板，等等等等，我不再举例子了。大家有条件的可以自己打开 Numbers 表格去看一下里面的模板，你就知道了，里面的个人模板是非常非常多的，而商务模板相对就少一些。也正因为如此吧，或者说与之对应的在这个大型的商业领域里面，还真的是没有办法用 Numbers 表格来去做。比如说你一个表格能达到5000行以上的数据，我就不太建议你再用 Numbers 表格来去做了那还是用 Excel 会比较好。包括很多复杂的公式和运算，
应该还是 Excel 会更多一点，因为 Numbers 目前来讲，我知道的也只有250个公式可以去用。那其实这两者在使用上还有一个巨大的差别，其实后面的差别都是源于我刚才说的那个，因为 Numbers 表格是主要面向个人的，那么你看起来就不能那么的复杂，你就不能一打开让人家看到的全都是一堆格子，然后那么多的按钮跟菜单，就不知道从何开始，那就不行。那你设计的就一定要更亲民一点。所以 Numbers 表格和 Excel 其实最大的区别是，Excel 它是一个彻头彻尾的表格工具，或者说它是一个运算工具，它的底色就是一个大格子，这个但凡用过 Excel 的都应该能够知道我说的是什么。但是 Numbers 不是，你能想象吗？我们在工作的时候经常用 Numbers 表格这款 App 来去设计海报，你能想象吗？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因为 Numbers 表格它是走的亲民路线，所以它的底层逻辑其实并不是表格，它的最底层是一个无穷大的画布，也就是说一大片白纸，而表格是画在白纸上的。那么既然表格是画在白纸上的，你就可以把这个表格删掉。那如果把这个表格删掉了，你就剩一张白纸了。那这个时候你在上面不画表格行不行呢？你放一些照片，放一些图形，在图形上写一些文字，难道不可以吗？所以如果你要设计的一个报表，或者你要设计的一个报告，或者海报，它是无需打印的，只不过要通过电子的方式，比如说电子邮件信息去发送的。其实你用 Numbers 比用像Word 呀，或者是Pages 这样的软件会来得更方便一点。当然你很厉害，你直接用 InDesign 或者是 Photoshop 这个，那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。我这个只是针对民用级。所以对于 Numbers 来讲，你全部设置好了之后，它的优势是它不会给你限制一个死的宽高比。如果你用像 Keynote 或者用 Pages，它一定是有一个限制好的宽高比的。Pages 大家好理解，就是它的底色是一个信纸，那不管是 A4 纸、A3 纸、A2 纸、A5 纸、B5 纸，美国信纸，还是信封等等等等，它总有一个长多长、宽多宽的，它不是无穷大的。那对于 Keynote 来讲，它由于是演示文稿，演讲是在舞台上通过大屏幕来展示的，所以既然是屏幕，它不管是什么正规的常规屏幕还是异形的屏幕，它一定有一个长多长、宽多宽，这就是 Keynote， 你也一定会看到一个边界，而 Numbers 没有。那既然没有边界，你就不用在排版的时候限制自己一定要做一个长形的、瘪形的、竖形的还是正方形的，无所谓，这个比例你可以是任意的，只要你按照现在的这些元素，你觉得排得漂亮，排好之后只要大小还差不多，截个屏就好了。如果太大的话，你直接导出一个 PDF， 或者把 PDF 再转成 JPG， 然后再把空白的白边切掉，这个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个事情。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会看到在手机当中的那种长图其实可以用 Numbers 来做。所以其实我一直不觉得 Numbers 是一个那么严肃认真的软件如果你之前还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，其实你可以按照我的这个思路去再次的打开 Numbers 来看一看，在生活当中它到底对你有什么妙用。当然如果你是比较传统的学习者，Numbers 是有相应的使用说明的非常详细。我试试看能不能在视频录制结束之后找到这个 Numbers 的使用说明，把它放在下面。如果下面有就说明我找到了，如果下面没有就说明我没有找到。你自己去找如果需要的话。但是我相信99%的人是不需要的也不是，有20%的人是可能需要的，但是这20%里面有99%的人是不会看的，只是求一个心理安慰。
所以，我觉得还是大胆的去自己点一点、按一按，去操作一下啊，不要抱持着把这个软件所有的功能都学完。可能以后我会出一些短视频来相应的映射到这个文章当中。但是我觉得这一期视频希望跟大家聊的就是你得知道 Numbers 的底色是什么，你得知道 Numbers 是干嘛的，以及它跟这个世界上最强大、最知名的表格软件 Excel 它的差异到底在哪里。那你就明白我为什么要用 Numbers 表格，我什么时候应该用 Numbers 表格，以及即便是我是一个重度的果粉，那么我在什么时候也绝对不应该再去尝试 Numbers 表格，应该老老实实的回到 Excel 的行列。这个是我在这期视频当中希望能够传递给各位的。那无论如何，我不希望大家放弃 Numbers 表格这个功能，还是希望你能够去尝试一下，看看在生活当中能不能利用它的一些模板来真正的帮助到你，特别是你手头既有 iPhone 又有 iPad 又有 Mac， 那这个简直一定要用一用。当然不会每天都用了，但是我希望你需要的时候能想到它就好了。因为三件套其实它是有很多重叠的地方，这个是 Numbers 我们讲到的第2个啊，所以我打算先在这里先就讲这么多，剩下的我们留给最后一个，我们来简单跟大家聊一聊 Apple 的办公三件套有怎样的发展历史，这个也是我自己蛮感兴趣的，也是我这个频道本着讲故事和陪伴的初衷带给大家的这一次的内容。好，如果你觉得有帮助且喜欢，也非常真心希望大家能够点个关注支持一下。我们这期就到这儿，非常感谢各位，我们下期再见。